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Ash 的 Village。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呢，我们这频道是一个塔罗占卜的频道。那我会用我的直觉，还有塔罗牌以及神谕卡，一起帮大家呢去预测未来，或者帮大家去传递一些宇宙要传达给你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看的就是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你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信息，你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所以它的覆盖面可能比较广，也比较灵活一些哈。那大家可以随机参考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4组的选项好了。OK， 我们先帮大家抽一下今天的4组的选项哈。OK， 已经出来了1组、2组。第一个呢，我们拿到的是木兰花，应该是木兰吧？这个 OK，Clarity。然后第二组呢是草莓。今天的这个能量很可爱哈，这个是第3组 Chamomile， Calendar，OK， 这张感觉非常的活跃 ，OK， 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4个选项，我们来一起一个一个的看一下哈。第一张呢，如果第一组是长这样哈，我们靠近一点给大家参考一下 ，OK，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牌面选项 ，OK， 第二组呢是长这样。草莓很可爱 ，sorry， OK， 它下面的信息呢是 enjoy，OK， 下一组我们来看一下哈，它是 calendula， 有一点像那个小雏菊哈，然后下面写的呢是 brighten，OK， 这是我们第3组的牌面。第4组我们来看一下，它写的是 preserve， 是松树，这组也蛮美的。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4个选项啦。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宇宙在当下要传达给你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能量，选择最吸引你自己的那一组就好咯。OK， 那最后呢，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解读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因为做的是大众占卜，所以有的时候它的信息不会非常准确的对应到你个人的生活状态当中。那如果你需要更精准的占卜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那你可以联系邮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安排个占的服务。那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就是联系我们进行个占的服务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啦，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每一组的解读吧。Hello， 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的解读。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看的是，在当下宇宙要传达给你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个呢是你们抽到的选项卡 ，OK， 它写的是 Wild Rose， 然后是 Clarity，OK， 表示一个。应该是链接上面就可能是什么事情在明了化或者变清晰的这么一个过程哈。等一下呢，我也会用这一组神谕卡去帮大家抽一下，就是灵魂或者说宇宙要传达给你们的具体的信息的内容哈。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 ，OK。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抽到的选项卡，看把它放在这边好了 ，OK， 这样子好像是不是清楚一点？ OK， 这个是我们的选项卡。那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今天呢，我只给大家准备了2张神谕卡。我们先看一下这2张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得到的是鹤 ，OK， 也是放这里会不会清楚一点呢？月亮的光刚好被挡住。OK， 我调整一下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放这边好了，这边好像清楚一点了。好 ，OK，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神谕卡。第二张呢，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relationship，OK， 颜色的话跟我们刚刚的那个是对上的。我们看一下它的信息哈。I call in the infinite power of love to take over this union in every way. May it now fully belong to the divine. Let it unfold in the perfect way for each of us. I needn't fear letting go of control. My needs are always abundantly met.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它需要你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去唤醒一些你心中的爱，所以可能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现在缺少爱，或者不管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还是在跟朋友的关系当中，或者甚至在工作当中，你们会觉得有一些失落，缺少很多。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喜爱吧，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时刻去提醒自己，其实爱就在你们身边，你们不用非常的不用一直去怎么讲呢？就是不用一直去在那边讲说，哎呀天哪，没有人爱我，或者我不好这些的，这些信息是不需要有的哈。
OK，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这个拼凑起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现在可能在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有点怀疑自己。我们看一下这个灵魂的这一组卡牌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OK，第一组的朋友们，宇宙现在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给他们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哈，宇宙有什么信息要传达给他们呢？OK，我们来切一下牌，看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哈。OK，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呢是 anger，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physical pain。对，你看，其实这两张牌在这里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信息了，就是大家可能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在经历一些不太好的能量，对，可能有些愤怒啊，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就物理上的可能给你造成一些疼痛，或者比如说像大家如果精神上面有一些不是非常稳定的话，也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我把它放在这边，找不到一个非常整齐的方法，感觉我好像有点强迫症，稍等一下。OK，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因为等一下还要有一张卡的位置。OK， 所以这边有 anger， 然后又有 physical pain， 所以确实能感觉到你们感觉好像现在是不管被曾经相信的人背叛还是怎样，反正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能量在。那这个能量可能就像我讲的，是跟刚刚说的，对，我现在一直在重复同样的信息，因为这个我能感到这个能量确实很，你们甚至有一种就是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这个能量的情况，对，因为我在传递这个能量的时候，你有听到那个叮吗？刚刚其实也是有一种我在传递这个能量的时候有很多 blockage， 所以我感觉到你们其实有一种就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然后自己让自己在心里面一直去承受这个疼痛的感觉，有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传达到的信息。我们抽一张吧。OK， 刚才先抽到这张，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 karmic message。OK， 那我觉得这个信息就比较明确了，因为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其实 karmic messag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它是因果，就是曾经种下的因，现在得到了一个果。或者你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有一个 karmic message 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因为有这张牌嘛，所以我觉得你们整体的能量是非常正向的。这张是 anger 哈，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不用特别的担心这个关系或者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会给你们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既然有 karmic message 的话，它其实在讲说你现在失去的东西将来都会回来的，然后给你带来疼痛的人，在将来他们也都会重新接受曾经给你的痛，就是这些痛都会回到他们身上，这就是因果循环的感觉。这里有一个 karmic message， 而一般像这一组牌里面出现这个黑牌的话，一般是讲说大家需要用自己的，就是你可以自由的去解读这个信息，就是通过你自己的情况。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们，主要的方向呢是可能大家现在觉得迷失，现在大家觉得 lost， 大家觉得有一些生气、愤怒，甚至是疼痛，甚至可能身体有一些状况出现，这些部分大家都不用太担心，他们现在这样对怎么样对你的，将来他们就会怎样的被对待，就是这么的一个逻辑跟讯息哈。那大家也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去解读。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吧，拼凑起来是什么样的信息。首先呢是星币9，然后世界 ，OK， 然后还有节制和力量 ，OK。这几张牌给我的能量还蛮好的，我们等一下拼起来，整个全部抽出来之后再看一下好了。然后这个呢是往上放一点，权杖骑士和权杖7，然后呢还有 OK 审判和圣杯2。怎么讲？其实首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是在，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sorry，这是太阳哈，有太阳，然后又有审判。其实这几张牌，包括这个节制，其实它都已经接近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接近一个结尾了，就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因为它都是，其实这两张牌是塔罗牌里面相对比较后面的牌，然后包括这个星币9，其实它也是在星币牌里面属于比较靠后的牌了，就是数字嘛，对吧？
1到10是一个循环，然后之后开始人物牌。所以其实从这里呢，我能感觉到，你看这里7其实也是比较靠后的牌，所以权杖7、星币9，还有包括太阳跟我们说的这个审判，它都是塔罗牌相对来说在一个循环当中靠后面的牌。所以其实对于你们这一组的朋友来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在经历的这个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用太担心。你们现在可能在考虑，比如说亲密关系啊，比如说恋人关系啊，或者比如说朋友关系这种，就是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大多数可能这组朋友出现的问题是在这里，包括这里有这个圣杯2，这也是为什么圣杯2配合刚才我们抽到的这张 relationships，让我觉得可能咱们这组朋友抽到的牌是跟亲密关系啊、跟感情啊，或者这种就是很亲密的朋友是有关的，就是跟自己的家庭领域这种方面是有关系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怎么说呢？首先，我从不同的方面帮大家去解读一下这件事情。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在工作方面，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你们在工作上面，如果这件事情是工作的人际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在工作方面，我看到的是这2张牌的信息，就是一个是太阳，一个是节制。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在工作上面应对的是非常得心应手的，而且我感觉你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有拿到一个领导或者是带团队的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其实你们本身就是具有这样像太阳一样的能量，会去聚集一些东西过来，所以很好。而且工作上面你们现在就算遇到什么困难，它马上就要结束，马上就要开始新的循环了，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反而呢，其实是在家庭领域当中，我看到了一些比较挣扎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更多的信息可能是在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家庭领域、私领域这种，就或者我们讲说亲密关系当中遇到的问题。那可能我在这边得到的信息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曾经你们放下没管的问题，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会在家庭的这个领域当中被重新唤醒。而且呢，你会觉得，因为你看我有一个同样的状况，这2张牌其实它的结构非常像，对不对？就是这边有一个形象，然后下面有人在站起来，这个其实也是一样，这里有一个形象，然后下面有东西在冲着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2张牌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很多东西都应接不暇，然后你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事情，在亲密关系当中遇到的很多事情，其实现在让你们觉得说回到家里面好像也不能消停，或者说在家里面你们会觉得，就算亲密关系的你的亲密关系对象，可能曾经你们有很多问题，现在好像试着说要去解决它，可是它又不断的冒出来。你又之前可能比较，比如说我犯懒了，不想解决了，然后现在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它可能就又突然间跑出来，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们可能会有这种应接不暇、非常疲劳的感觉。所以你们是现在这个阶段，你们是非常需要跟人去交流的，所以我其实是觉得你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要去跟别人讲，要去跟别人说话，要去跟别人沟通。因为这里面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地方，一个是节制这张牌，还有一张圣杯2，大家都能看到它都有一个在互相就是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能量在，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说。而且包括审判，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喇叭，所以它其实也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去唤醒、去叫醒那些沉睡的人跟声音。你们可能会觉得亲密关系当中他对待你比较冷漠啊，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他不是很想理你啊这样的状况。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你需要更大声的去说出来。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这组朋友来说，光大声的说可能就已经很辛苦了。对，然后其实关于现在你们正在面临的这个处境，以及要给你们的信息，漏掉了，就是我现在没有解释的几张牌，其实我觉得好像信息不是非常的重要。其中一个呢是这边，那这2张牌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能量应该是你们这件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现在在经历的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是工作上面，你们是为了能够就是你们在工作领域已经达到了某一个比较有成就的一个地位了。那在这个达到这个有成就的地位之后，你们可能会比较想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有可能呢，我觉得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去接受了一些新的挑战，做一些新的项目，包括这张牌也是一样，它有一个起飞、翱翔、去展开想象的翅膀的这么一个能量，所以旅行。开始新的项目，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你们现在导致现在你们经历这个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可能都是在这里。
开始新的工作，开始新的项目，然后或者说想要学习新的东西，这些的可能都是你们开始这个东西的，开始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问题。那最终这件事情的结果会走向什么方向呢？我其实是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最终表示结果的这两张牌里面，大家都能看到，一个是力量，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圣杯2。这两张牌其实在展现说，不管是我们工作上面的领导力，还是说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融合的程度，以及这个亲密关系的亲密程度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都会非常的好。所以这组朋友们，你们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状况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可能我觉得，其实我如果切身的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了。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可能你觉得你感觉到你感知到的问题，因为其实将来它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可能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在你心里面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你像这里，你是感觉到了疼痛，感觉到了愤怒，但事实上，其实从整体宇宙要给你们的信息来说的话，宇宙在不断的告诉你说，他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路了，这些东西他都已经准备好给你了。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看节制这张牌，其实我刚才得到的信息跟这个牌是一样的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背景里面的这个金币的模式，跟它这个上面的星星在洒下来的那个状况，其实非常像的呀。所以这两张牌给我的感觉是，感觉好像钱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们的信息，就是在公共领域，它给你了安排好了很多东西哦，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这些你需要的领导力，你需要的成功，你需要的财富，它都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你现在在经历的这些事情呢，它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波动，可能你在当下你觉得这个波动很巨大，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其实它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太过于的给自己过多的负担，像这里。所以我个人感觉在私领域里面，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处于一种，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有很多事情你们是就像我一开始拿到的那个信息，因为感觉你们好像不太愿意跟人交流，所以我在尝试跟你们沟通这个信息，去传导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强的 blockage。所以你们的不管是你们的指导灵还是你们宇宙的信息，其实他们一开始都会觉得说，希望你们能打破这个东西吧。就因为这里也是这张牌也是一样，这个 clarity 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呀？它要告诉我们的意思也是说，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就是能够很清晰的判断这些信息的能力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这种，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是宇宙在传达给你信息的时候，你们其实能接收到。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就是多多的去比如说冥想啊，或者什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你一些东西。而且 clarity 也代表事态会越来越明朗。所以你们现在可能在迷雾当中，但是宇宙要告诉你的信息就是很快就会明朗了，而且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儿。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以现在这一条线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当下你们听这个占卜的时间点，其实它已经接近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非常非常的担心，就是因为关键的牌，我觉得可能是出现在这个部分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外部其实看起来都很好，可能内里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需要去在内心去解决跟处理的问题。可能很多时候你们感觉到的愤怒，外部的那个状态，外部给你的那个东西，它可能只是一个导火索，但真正你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取决于你们的内心。而且包括亲密关系方面，将来我觉得宇宙也给你安排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亲密关系的模式跟样态，这是一个互相沟通且非常顺畅而且非常自由自在的一种关系，互相平等对怎么讲平等交流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很好。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不用太担心，虽然我感觉到你们现在当下的能量是很痛苦的，但是宇宙要告诉你们的信息就是没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很快就能解决，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好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今天第一组朋友们的解读啦。希望我的解读能帮助到大家。那这个呢是大众占卜，如果大家觉得想要得到更多更具体的信息的话呢，也可以从我们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大家去做一些更具体的、更精确的个人占卜的服务。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 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的解读。那这个呢是你们选择的选项，草莓很可爱。OK， 今天我们要帮大家看的呢是你们
现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宇宙要传达给你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个是你们的选项。我已经感觉很快乐的能量了，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先帮大家拼凑一下，就是我们先把信息拼出来，然后再看它怎么样解读哈。首先呢，第一张神谕卡我们得到的是北极熊，是吗？是熊。OK， 上面还有这个大熊星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北斗七星大熊星座的标志。其实有一种给我的直接感受是方向，然后目标这样的一个信息哈。接下来呢，我们这边的信息得到的是 forgiveness，OK， 原谅。然后它上面写的呢是 Healing comes from acceptance. Help me, dear Lord, to fully accept what is, knowing what this alone will open me to the new.OK， 所以是希望这个 forgiveness 的能量，我觉得也很清楚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其实从这张牌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已经放下这些东西了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灵魂的这套卡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跟能量。OK， 第二组的朋友们，宇宙现在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呢？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要给他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切一下牌哈。OK，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呢是 reproach， 然后第二个呢也是 physical pain。OK， 其实我觉得可能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是不是对第一组也稍微有点小兴趣？可能你们也会想选第一组。我们把这两张牌先放在这边哈，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牌堆当中抽一张哈。OK， 我感觉是这张。OK，loss。OK， 信息呢都是这种比较负面的信息，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看一下 reproach 这张牌，你可以看到它两条蛇缠在一起，对吧？所以分别都有两个月亮跟星星，两个天空，所以你能感觉到好像你被什么东西拒绝了。我感觉有一个被什么东西拒绝，离什么东西越来越远，但是又重新跟它相遇的这种感觉的能量。OK， 然后包括这里这个 loss 其实也是有一个，就是你失去了一些东西，所以很有可能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失去了某些东西，然后你们现在又想重新把这个东西夺回来，所以失去了某些东西产生了疼痛，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再重新的夺回到你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所以可能现在的能量的状态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因为一个疼痛，然后想要去把某一些东西想要去做出某一些行动，可是在做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怎么越行动越痛，越行动越痛，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最终抽到 loss， 我是觉得说，他是要告诉你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丢失更多，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就宇宙现在要给你们的信息哈，我们看一下塔罗牌吧，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信息给到大家哈。首先呢是恋人牌。然后呢是审判，你们真的跟第一组的能量很像哎，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也去看一下第一组的解读？然后还有就是圣杯3跟星币4啊，星币6 ，OK， 我们看完哈，先把塔罗牌开完再看一下 ，OK， 然后是权杖9和宝剑6。圣杯1，还有国王啊，这个对，确实我觉得有一部分能量跟第一组还蛮像的，所以也许哈，选择第二组的朋友们，也许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下第一组的解读，也许有一些信息是能够帮到你们的。那我觉得首先呢，我现在这边接收到一个非常强的信息，就是我觉得带给你这个疼痛的人，很有可能是那个你曾经一直仰望着的人。就我们看这个，因为北斗七星就是在全世界很多文化当中，北斗七星其实它都是代表方向的，它都代表一个，就是我们在晚上迷失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能够指引着我们，有这么一个方向在那边。所以很有可能，我感觉你们应该是被这个人背叛了。然后曾经你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帮你，你一直把他当成贵人，一直觉得他们能够帮助到你，一直觉得他们能够带领你走到一个比较光明的地方。可是现在你发现你失去了这个人，这个失去哈，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失去，我直觉得到的信息是背叛，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也就是某一种
失去，就是各种类型的失去都有可能，但是可能背叛的能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拿到很强的背叛的能量，所以那 forgiveness 也是一样，他希望你们能够去原谅他。当然，这个原谅不是说让你们就是不是说他们做的没错，或者说不是说，比如说他们如果真的背叛你了，并不是说他们这个背叛是没错的，而这个原谅是需要你们自己去放下纠缠你们心里面的那种能量。OK，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开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很强的一个。就是这两张牌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强的信息，就是我能感觉到你们在一开始这件事情，就你们现在正在处在的这个处境初期的时候，你们本身是一个非常疲惫疲劳的状态，而这个人呢从外界过来，他说他要帮你，在你们非常无助，觉得说天哪，很多我尝试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们正在遇到你们正在面临某一个难题曾经，然后在面临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你们尝试了很多解决办法，可是最终都没有能够得到很有效的解决，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人过来了，他来帮助到你说，哎，你看我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可以给到你，那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上面的还是在工作上面，他可以给到你这个解决方案，而且他一定是从外部来的一个人，那他给你伸来援手，也愿意帮助你，而且也确实帮助到了你，所以你对这个人呢，就是有一些依赖，甚至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是在困境当中互相帮助的状况，对，只不过可能价值观上面呢，或者什么东西上面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后面可能才会产生一些分歧，或者我们说的这里的 loss 的这个状况出现。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还是一样。你看圣杯三跟我们讲的恋人牌，其实它的能量信息非常像。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亲密关系的状况，对吧？所以我觉得，审判代表什么呢？审判代表旧的东西过去，然后旧的曾经你们可能，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个复活的感觉，就是死掉的东西又重新回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跟现在这个让你产生 loss 的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件事之间的关系，曾经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哈，你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排哈，这三张牌我们这样排哈，就是曾经你们有一个自己非常好的亲密的圈子跟团队 ，OK， 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好吗？然后呢，你们遇到了一些困难 ，OK， 遇到了一些困难，那这个困难呢，它让你们感觉非常疲惫，你们尝试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时候呢，你们认为的现在能帮助到你们的人，他突然间出现了，而且他帮你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所以你觉得，哎，原来这个人是我可以依靠的。那你呢，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你知道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可以去引导的方向，自己可以去追随的东西。但是呢，现在你遇到了一个 loss。OK， 感受到了 physical pain， 感受到了这些，就是你丢掉了它，但是你又放不下的，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放不下，我觉得有一些这选择组有一些朋友可能其实早就已经放下了。然后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你们会发现，因为这个东西的失去，你开始意识到，哦，原来我在脱离这个最早的关系圈的时候，其实这个最早的关系圈，它能够帮助我补足对这个人的失去。OK，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现在经历了一些事情 ，OK， 你们经历的这些事情呢，让你们觉得说，原来，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团体，就是我曾经自己所属过的另外一个团体，那个团体里面的人，我去依靠他们，依赖他们，跟他们，你知道抱在一起，或者说跟他们互相取暖，能够帮助我走出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被背叛还是失去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包括这个能量也是一个离开的能量，你看你是负重离开这里，对不对？这两张牌其实它放在一起，就是并排放在一起，也有一个信息，就是都代表一个离开的能量。但是这个离开的方向是什么，对吧？因为首先这张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是我们有一些你知道受伤了，对吧？然后从这个地方划着船离开，在这个
迷茫的海上，你不知道到底往哪里去，有这种悲痛感。但是同时呢，审判这张牌出现在这里，也代表说，其实你们周围是有，你们这个方向很有可能是回到一个曾经你们已经脱离了的圈子里面去的。所以可能这个圈子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圈子还像以前一样，它对我依然是那么的 welcoming， 它依然那么欢迎我回去。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能帮助你们治愈的。那包括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圣杯手牌，你能看到它是一只手递给你一个杯子，所以你能发现他们其实这个曾经的这个圈子对于你们来说是有非常强的，对于你们来说是有非常强的这种治愈能力的。它就像给你一杯药，然后让你放松，让你轻松，让你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对，所以可能现在更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对，我觉得也是。那从现在的宇宙要给你们的信息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一切都好，你们可能也是就是自己确实太累了，处理一些事情啊，处理很多事情，你们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真的太累了，所以可能你们需要去跟别人寻求一些帮助了，是该跟别人寻求帮助的时候了。而这个帮助对于你们这组朋友来说，大多数是来自你们家庭之外的领域的。OK， 大部分是来自你们家庭之外的领域的，所以可能不是跟你们的亲密关系伴侣啊，或者跟你的家人去要帮助，而就是跟一些可能你们的朋友去要这个帮助。那你会发现，你要这个帮助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大家有很多同病相怜的问题。可能以前你不觉得这个人跟你可以成为朋友，但是现在你发现说，哎，原来他跟我一起工作，原来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也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有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战线。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抱团取暖的感觉，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因为你的背叛，因为你的离开吧，可以这样讲，就是离开其中的某一个圈子。所以我建议你们不用一直执着的去纠结你们丢掉的那个东西，而可以去找一找看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其实它参与到你的生命当中之后，就比你丢掉的那个东西要更能够治愈你，也不一定哦。而最终的结果来看的话，我觉得选择这组的朋友，你们看这个最后结果，这两张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你看我们看到圣杯六，圣杯六是什么？圣杯六丰收成功啊，不是星币六丰收成功，对不对？你看他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就现在哪怕有一些流言蜚语在纠缠着你也没有关系的，就是将来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最后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国王牌嘛，国王牌它也代表你有很强的领导力，所以我觉得整副这个牌看下来的话，其实你不觉得这个结果就是上面绿色下面红色，这个形状又很像这个草莓的状况，你不觉得这两个结构很像吗？对吧？这两张牌放在一起跟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牌从一开始就在给我们信息 enjoy，对吧？你只有真的去享受，因为圣杯三其实都是一种享受，跟大家聚会，跟大家 party， 对吧？这个人丢了不重要，还有很多新的人可以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成为别人的明灯，就是你自己的明灯丢了，但是你是可以成为别人的明灯的，不用怕。OK， 就大胆的去跟大家去快乐的享受你现在在过的日子，你在享受的过程就好了，不用纠结于曾经的失去。我觉得这个是宇宙现在要给你们的最明确的信息啦。OK，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第二组的朋友们的解读啦，希望我的解读有帮助到大家。那这个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大家想要更具体的、更细节的个人占卜的话呢，可以在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联系我，我们就会安排个占的服务给到大家。OK， 那也祝第二组的朋友们能够早点走出自己心里面的这个迷雾区吧，因为我能看到很快了。OK，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OK， 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宇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要给你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你们选择的呢是这个 ，OK， 它的信息呢是 Brighten，OK，是一个非常明快的能量哈。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准备特别多的神谕卡，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两张就是主要的神谕卡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得到的是新月，有一种迷雾、迷失。找不到方向的感觉 ，OK。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哈，它的信息呢是 True Offering，OK，它写的是什么呢？May I release the fears, illusions, and addictions that keep me from true offering. May I relax into your pain, trusting that the next steps will always be shown. Use me, love. Use me for the highest. I am yours alone. 这个其实它跟这边能量很像诶，你光看这个就是颜色的搭配，
这个黄色跟这个黄色的雾其实就已经很接近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什么信息呢？我觉得其实你们看这个牌，它上面的这个设计是不是也是像这种森林啊、树林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这2张牌很明确就能看到我很具体的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充满着雾气的一片森林，然后你在里面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们现在感觉到恐惧，因为你不知道我会不会，你不敢动，你不知道我是不是走出一步我就迷路了，因为我找不到方向，对吧？然后你甚至能看到很多幻象。而且你知道那个是幻象，你跟着他走不一定能找到对的地方，所以你就更不敢了。所以有一种很强的恐惧的能量，出现在这组牌里面。OK， 好，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哈。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灵魂的卡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冲破这个迷雾吧，或者关于我们现在的信息吧。第3组的朋友们。关于第3组的朋友们，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OK， 我们来切一下牌。OK， 一个呢是 Guide，OK，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You，OK， 这2张牌蛮美的，我们抽一张哈，看一下具体的。所以首先，我觉得你们的能量上面来说的话，现在的这个能量，你们，你看这2个信息很明确，是不是？就也是 loss， 因为这有 guide， 对吧 ？guide 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一个指导、指引方向的一个存在？然后你们现在正在迷失嘛，所以 guide 是有的。然后同时呢 ，guide 是谁啊？就是你们自己。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不要害怕。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恐惧在迷失，在阻碍着你们对事情的判断。所以可能是我觉得这个雾啊，不管是这片雾还是这个森林，可能都是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OK， 所以这个创造出来是什么呢？是因为恐惧，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你看他说 message of warning， 对吧？有一个让你们需要你们警惕的信息了。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们对自己的怀疑，你们对自己的不自信，造就了这些东西。你们会觉得把它投射到别的地方，投射到外部世界，会觉得说是外部世界让你不自信的，比如说谁谁 PUA 我了呀，然后怎么样了。但是事实上，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东西是来自你自己内心内部的，是你自己给你自己带来的不自信。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找到这个部分，因为你的宇宙已经在给你的宇宙跟指导灵已经在给你信息了。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指导灵在尝试去引你走出这片迷雾，可是你自己有一个拒绝的能量在那边。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宇宙的能量在告诉你们说，你要小心啦。千万要小心啦，别再往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所以不管现在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需要再重新思考一下，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OK， 你们是不是你们做这个决定到底是真的是出于对自己的出于是外界给你的影响，还是真的是你自己的不自信？如果只是因为你自己不自信的话，我觉得其实假如说你选择放弃一些事情，因为自己的不自信，那我觉得你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放弃。OK， 我们看一下塔罗牌，把信息拼在一起，再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解读哈。首先呢，我们得到的是正义，然后呢是权杖皇后，怎么今天信息都有点像呢？然后是倒吊人 ，OK， 最后呢是星币4。星币4这个牌就给我一种那个 Rapunzel 的感觉，长发公主的感觉，所以就是被困在高塔上的公主的那种感觉，有一种被困住的情况出现。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塔罗牌哈，然后这个呢是宝剑2 ，OK， 宝剑2，接下来呢是权杖国王，权杖国王跟权杖王后出现在了一起，夫妻团圆 ，OK。然后呢是星星 ，OK， 我觉得这组朋友们你们确实需要如果哈，你们这组朋友真的是在 OK， 宝剑5，如果这组朋友你们真的在挣扎的话哈，假如说你们现在在听这组解读，如果你们现在在挣扎，你们现在觉得很恐惧、很迷失，然后甚至觉得自己精神有一些不稳定，或者甚至觉得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感觉好像变得越来越奇怪的话，请一定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组朋友给我的能量是不要再自己硬撑了，因为自己硬撑，因为首先哈，
有很多大牌出现在这个里面，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在经历的这个状况，其实对你们人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2张人物牌并在一起，都是跟权杖有关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权杖你知道，它如果作为一个 blockage， 它如果作为一个障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种偏执的感觉，就是我冲着一个目标，我非常的脱离现实的这种偏执的感觉。所以，权杖国王跟权杖皇后同时出现在这里呢，它如果好的话，意思是你可以有非常强的这种，其实你们是可以成为非常强的意见领袖跟领导的，而且你们可以游刃有余的处理，不管是这种比较需要理性的事情，还是比较需要感性的事情，其实你们都有很好的能力去处理它们。所以，好的事情是这样，但是你们是不是真的能意识到这件事情？而有时候你们又是不是会把这件事情做得过于偏执，又不一定。所以它其实好坏的2个层面上面都有。那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你们是在迷失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是你们，接收到周围世界的一些怀疑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好，可能有这样的感觉。首先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的开始，因为我都有一个，就是你看这2张牌，其实它都有一个挥剑的动作，对吧？都有一个挥剑的动作。那挥剑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是在做决定，或者说你是在尝试做一些行动。可是这个行动啊，就是你会觉得在外面看来，这个行动好像是一个就是可以，别人看来好像你觉得你很果断，对吧？杀伐果断，很快的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可是事实上，在你们心里面其实是很犹豫的。可能你因为做这个决定的途中，就是你比如说2选1，对吧？这2个其实你都，比如说2个好朋友，他都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你如果是人事的话，你在选的时候，我选了其中，我选了 A 没选 B。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选择本身，其实在你心里面是非常犹豫的，而且你对这个事情也非常的，愧疚跟内疚吧，可能是有这样的感觉。那这个小种子它就会一直种在你们的心里面。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哈，这个决定以及两难的选择，可能可以呈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境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境去对应一下这个东西。那它可能就会变成说，我一直以来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至少在判断事情上面，或者说至少在做这种比较形而上的或者比较虚的事情上面，其实我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开始自我怀疑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好？我是不是太刻薄了？我是不是太严苛了？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哦，就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尤其比如说在工作当中，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可能很多有的人已经在带团队了，或者已经作为一些就是领导的部分了 ，OK， 一些 leader 的东西了。那或者说在朋友圈里面，你们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做决定拿事儿的人，但是因为你曾经做的一个决定，导致你们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哎，我做决定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太这个应该怎么讲呢？就因为权杖系列的这2张牌，其实国王跟皇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把那种理性跟理性做到了极致，但是当你把理性做到了极致，也不能说是理性吧，你把热情跟这种应该怎么讲？你把热情跟就是目标做到了极致，就是你会让周围的人觉得你是一个不断的在追求，你打了很多鸡血啊，然后不断的在追求一些虚的东西，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追求的东西是不是太虚了？我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了？然后这个理想在落实到真的行动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你看大家好像跟不上，或者可能有些人会从这个当中就是丢掉，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或者大家其实意识没有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这么高，所以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那现在怎么办呢？对吧？所以现在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有点像是，怎么讲？你们那个方向还是在的，只不过你们想要追求的那个方向现在变得越来越弱了。这就是我讲的被这个迷雾所挡住了。你看哈，其实这张牌跟这个星星牌它能量很像的，它都有这种都是乌云在天上，然后星星的话就是时隐时现，一闪一闪的嘛。也就是曾经你们认为那种非常坚定的一个东西，你们现在发现，你们曾经觉得
他很坚定，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你们靠热情在做，但是热情总有一天会消散的。所以现在可能就是刚刚处在这个热情消散的阶段，而这个热情消散呢，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你在带团队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或者你周围的人给你的，就他们意志没有你那么高，因为可能从一开始他们其实就不想做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有一些更现实的目的，但你的目标是远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就会选择一种牺牲自己的方式。这个牺牲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同样一个工作。大家都是为了理想在这边做，对吧？所以可能其实现在阶段收到的利益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你的团队的工作，你的团队的成员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点立刻就拿到直接的利益的，所以怎么办呢？那你就变成说，那不然我自己来承担这部分好了。所以你们其实是有一个自己在怎么讲，自己在填坑，自己在牺牲自己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让你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位置上面。就是你本来以为大家是都愿意做这个事儿的，可是途中才发现说原来其实不是，就反而会把你自己架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面。那这个尴尬的位置上面，其实它会持续到后面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讲哦，因为现在的这个状况，因为它也有 message of warning，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以及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决定，都需要再重新思考一下，可能。不对哦，就是这个可能不是你们真的要处理的方法跟要解决的地方。就怎么讲？你看最后这两张牌啊，一个是你的处境可能最终是会被困住的，就是你们的名声在外，但事实上你真正能做的事情，也就名存实亡了。你真正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你是被困在一个东西里面的，困在一个很漂亮的塔里面。外面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哎，你蛮不错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问题啊。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看起来的这个成功，其实它没有那么成功。宝剑五，对吧？它看起来是成功了，可事实上呢，它真的成功了吗？没有，对吧？就像这张牌一样，看起来这两个人在决斗，然后其中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站起来，可这个人其实他并没有死亡哦，他随时可能可以出来背后插你一刀的。所以到底谁真的赢了呢？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你可能外面人看到你的成功，你可能能创造出来一个看起来很虚的空架子，但事实上这个空架子是不是能真的维持你们自己的状况，又不一定，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OK， 所以呢，我们帮大家再抽几张牌看一下，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吧？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突破现在的这个困境哈。OK， 我们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抽一下，怎么样能够突破现在正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就是怎么样能从这个漂亮的高塔里面，或者说怎么样能从自己现在这个尴尬的不舒服的状态当中出来。因为已经收到了 message of warning 了，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是 union，OK， 然后 wisdom， 还有 describe， 还蛮明确的信息。这个地方怎么讲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做，然后要时刻跟大家沟通，就是你不要躲起来，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有些很深层的东西，你可以其实怎么讲自己去探索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探索的过程以及跟大家更深层的交流，去看到大家真正核心的欲望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做一些 shadow work， 这个 shadow work 不是女巫的那个 shadow work 啊，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比如说表面上面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确实能帮大家收到利益的事情，你在下面做一些微小的操作，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 uni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其实你们是一个 team， 其实你周围有很多人，它是一个整体的，你不是个人的，你不是一个人，所以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承担这些东西。OK， 然后建议的话呢，就是你们其实可以想一些灵活的办法。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明面上面看起来非常 OK 的办法，但是我觉得是在牌面上面告诉你是这个，如果能够解决你们现在困境的话，是可以试试的。因为感觉你们这组人可能，其实从不管怎么讲吧，我觉得你们这组人其实还蛮注重自己的名声跟外面的形象的，所以你们可能会很怕说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将来会不会去影响你的名声，影响你的一些名气之类的。但事实上其实不会，而且呢，这张 scribe 其实也在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需要一个给你提建议的人的，你们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可以不要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确实感觉到一种很强的独行侠的能量，就都在自己做事儿。所以你看真的是这样哎。咱们今天抽到的牌里面，不管从这个 you 来说哈，还是从现在牌面上面大家看到的所有牌，其实都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你都是一个人，对吧？这唯一有一张两个人呢，还是打败了一个人之后只剩下一个人的状况。
所以求助、帮助，找别人帮助，不要害怕面子，不要面子上面，就是因为这组朋友们确实有一种就是有时候很爱面子，你们会觉得拉不下那个架子去寻求别人的帮助，所以有时候示弱还蛮重要的。OK，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今天第3组的朋友们的卡牌了，所以大家请一定要小心处理现在情绪上面正在经历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自信心的丢失跟迷失，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身心健康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一定要去寻求帮助。就像我一开始拿到的那个信息一样，如果周围的人帮助不到你的话，找一些心理咨询或者找一些咨询师，能够帮你重新建立这个问题，或者能够帮助你分析现在事情的处境，帮你从这个就是因为我感觉你们现在有点钻牛角尖，帮你们从这个钻牛角尖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其实也蛮好的。因为不然现在走下去的话，可能最终就是你只会得到一个空架子。OK， 希望第3组的朋友们能够将来一切顺利，好吗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解读啦。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大家觉得信息有些不太准确，想要得到更具体的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一条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那发邮件给我呢，我们就会安排接下来的个占服务给大家啦。谢谢大家的收看，今天就到这边啦，拜拜。OK， 选择第4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的解读。那今天我们问的问题呢是宇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你们抽到的呢是这张松针 Pine，OK， 它写的是 Preserve，OK， 这么一个信息哈。所以我能感到已经是那种就是比较隐忍的能量了，所以可能需要你们现在忍耐一下 ，maybe 哈。我们看一下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首先呢，得到的一个是 anchor，OK， 船锚。船锚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现在可能需要停一下 ，OK， 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对吧？然后观看一下，因为你在航海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有一个船锚让你先暂时停在那儿，定在那儿 ，OK， 然后去再重新计划一下你们到底要走到哪儿。所以可能有这么一个方向，就重新定立一下自己的方向 ，maybe 是宇宙现在要给你们的信息。然后这里呢，message 是 self love，OK， 写的是什么呢 ？Show me how to love myself. Show me how to take care of the inner child. Okay, show me how to be kind within. When you step into self-forgiveness, so much can change on the outside. 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原谅你们自己。所以你们可能对自己太严苛了，所以从这2张牌的信息上面能看到，我感觉你们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一直在寻找一个方向，也一直在自己的这个目标上面在努力的这种人，但是你们往前冲的太狠了，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对于自己太严格了？就是你会对自己要求很高，因为你总希望自己能够是那种就是具有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呐，或者说你能够成为一个 leader 啊，你会一直要求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能力，所以可能呢就会导致你们途中会有一些累，或者你们会，我觉得其实你们在运气上面，或者说整个做事情能力上面可能确实是有的，但是会有一些对于自己的不确定吧，对吧？或者说这个 self love，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应该像是在身心灵上面，是不是没有办法给自己太多的时间去休息，让自己再重新充电，可能是不是太累了？有这样的信息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soul 灵魂的卡牌又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第4组的朋友们，宇宙现在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呢？第4组的朋友们，宇宙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OK， 我们来切一下牌哈。OK， 第一个呢得到的是 learning 学习。然后底牌呢是 source，OK，这个地方其实我能得到一个很明白的信息，就是现在首先你们的能量是什么状况的呢？你们的能量其实是慢慢的，你们正在接触跟学习这种人生方向上面，就尤其不管是人生方向上面还是灵性上面，你们都在学习怎么样跟这个源头进行链接，你们正在这个阶段 ，OK。也就是说，你们会慢慢的开始发现说，哦，原来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跟源头发生链接。所以你们正在慢慢的摸索到、感知到，当宇宙要传达给你信息的时候，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所以，你们还在慢慢的摸索当中。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
现在哈，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可能确实也是你们可能也是刚刚开始学习灵修，对吧？然后不知道到底方向要往哪个方向上面走，所以可能很多事情都在尝试，有一点点迷失了的感觉。secrets， 对，这个信息也是秘密嘛，对吧？那秘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其实是你们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就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那怎么讲呢？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不管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面，其实做这些女巫啊、魔法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比较秘密的要去实施的事情，它不能公开来做。所以这组朋友们，你们现在在经历的事情，以及我觉得塔罗就是牌面现在要告诉你们的信息，都是你们可能就在探索 self love， 你们可能探索的就是 self love， 因为你们曾经很累，你们现在想要通过不管是灵修啊，还是什么样的方式，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或者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停下来去跟源头产生连接，这样对吧？你们正在学习这个过程，所以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读的是你们现在就确实在经历的能量哈。OK， 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在拼在一起，帮大家再拼凑一下这个信息啊。首先我们得到的是圣杯骑士。OK， 其实骑士牌也是这种，就是其实圣杯骑士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状态哈。然后圣杯8，这也是有一种在等待、在观望的情绪，我感觉跟这张牌的能量很像哎，你们这组好像都在等待的感觉。圣杯9 ，OK， 我们得到圣杯8、圣杯9，还有月亮 ，OK， 都是这些比较 OK， 我们拼在一起再看一下吧，这个能量还蛮有趣的。星币7 ，OK， 接下来呢是圣杯皇后。你不觉得我们其实很多圣杯牌，这全都是圣杯牌很有趣，圣杯牌加月亮，然后圣杯骑士又来了 ，OK， 就这个等待停止的能量还蛮强的，沙扎的能量，然后3是圣杯星币3，星币3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这种比较严肃的场合，学校啊或者学习啊之类的，对吧？然后星币7也是一个很刻苦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一直在经历这种都是很刻苦的学习，你们其实学习起来很刻苦，然后可能现在遇到一个瓶颈，或者说你们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尤其在灵修路上，突然间之前一直努力尝试很多呀，或者做很多事啊，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你们突然间觉得好像要停下了，对吧？突然间觉得好像要停下了，或者有些东西让你们停下了，所以现在是处在一个迷茫不知道找不到方向的状态。所以那个 anchor 可能是说你们现在正在行驶的这艘船，你们自己主动放下了船锚之后，还在犹豫接下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在这边。 OK， 其实圣杯牌很多，然后再加上月亮这张牌的话，确实是非常迷茫，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这种能量还蛮强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这里是有圣杯9的。圣杯9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我不知道方向，但是我自己内心至少这个情绪是快乐的，我是 OK 的，我是能够很快乐的去享受这件事的。而且包括月亮这张牌，你看这副塔罗牌里面的月亮，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忧郁。这副塔罗牌里面的月亮，它是应该是从嫦娥那边拿到的灵感，它在跳舞，所以感觉也是关于 self love 的，自己去如何庆祝自己，你如何去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些自信这些的，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能看到你们其实首先很好学，然后也有很多知识，应该这样讲，就你们其实有很多知识，愿意去学习，也很感兴趣。然后同时呢，你们也非常容易去深究一些事情，很容易挖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去看到这个事情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你越看到问题所在，反而有时候可能会越迷失。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探索真理路上大家都会发现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真理就在不断推翻前面你自己认为的真理，真理就是在推翻真理的过程。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有点迷失了，在现在这个状况下。但是我觉得其实
整个这个牌面要告诉我的信息，我反而觉得你们这组的信息其实没有那么多。原因是因为你们现在其实自己就在探索，宇宙要给你们的信息呢，就是别慌，别慌。你们现在在做的是对的，就学习就好了。现在你们停下来去寻找方向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学习。这就是我们说的 preserve。preserve 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停滞的能量，对吧？所以就是在学习。你们现在停滞就是在学习，你们没有，就是即便你们是停下了，但是在人生路上，在灵修的路上，你们也是在学习的。OK， 你们很愿意学习，很想学习，学习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学技术还是学哲学，对你们来说都很重要。可是现在呢，你感觉停下来，你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在做，事情没有在往前推进，但是你们对事情往前推进的这件事情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其实停下来。好好的休息，去怎么样去寻找方向，也是感知生命，就是或者说宇宙或者源头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作用的一种方式。你要去感受，它是怎么样把一些其实不是非常直接的信息投放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它是怎么样去影响你做决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你现在在停止的阶段需要去学习的，而不是一些可能说其实非常。我觉得你们在心里对学习的看法，可能还是这种比较，就这2张星币牌在这里哈，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物质的看法。就尤其曾经，我觉得你们其实曾经你们通过这种就是，直接的，就比如说我就是学技术，对吧？或者说我就是学一些非常现实的东西。你通过这些学习过程，确实给你们带来了非常丰盛的收获，让你们有非常强的自信建立在这件事情上面。可是呢，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们会发现，原来之前学到的那些东西，其实好像突然间在某一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突然间有些事情发生，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的有效了。的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哎，原来我还要再从头开始学一些别的东西。所以将来我觉得你们还是能够开始学别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像你看我们这里看到月亮这么多月亮，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水元素的牌之类的，我其实都觉得你选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其实都具有一些通灵能力，或者都具有一些就是算命啊、塔罗牌这方面的能力。所以灵修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人生当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或者你们一直都在经历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慢慢来吧，不用太着急。所以其实对于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我觉得没什么，对，你们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你们自己其实就能连接 source 了已经。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我再给你们传达什么信息了。所以如果你们在看这一次解读的话，可能要告诉你们的唯一的一个信息就是 love yourself， 就是不要去怀疑你们自己。OK， 你们现在虽然停下来，比如说，就算你们现在觉得你们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停下来，好好再去斟酌一下要干嘛，那也是宇宙给你的信息让你停下来的，所以不要担心。OK，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吧？这是我们选择最后这一组的朋友们的信息。好，那这个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大家第4组朋友，我觉得你们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占卜，好吗？但是我还是要打一下广告嘛。如果大家就是想做一些更精准的个人占卜的话，可以在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大家去预约一些个占的服务了。好，那今天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看，也祝第4组的朋友们在灵修路上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方向吧，找到你认为的那个真理哦。其实你已经找到了，我觉得。OK， 好，那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